当地时间周一起，俄罗斯通往欧洲的主要天然气管道北溪1号停止运行，进行年度例行性检修。外界观望半个月左右的检修工作结束后，俄罗斯是否会恢复供气？一旦俄罗斯拒绝恢复，对于欧洲，尤其是德国而言，将产生灾难性后果。德国媒体认为，如果天然气严重短缺，到了冬天，不仅老百姓将挨冻，德国经济可能大幅萎缩超12%。2021年，德国 GDP 为4.22万亿美元，萎缩12%就意味着减少约5000亿美元。负责运营北溪管道的俄气公司日前发布通告称，7月11号至21号将暂时关闭北溪1号，以进行常规维护，确保管道可靠、安全和高效运行。通告还说，相关检修工作的时间安排已与上下游合作伙伴进行了协商。事实上，在每年用气较少的夏季，该管道都要进行10天至14天的设备维护，检修期间停止输气。但今年的检修非同寻常，由于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，欧洲担心俄方可能借此延长检修时间，甚至完全切断供气，而这将导致欧洲冬季储气计划陷入混乱，引发灾难性后果。2011年建成的北溪1号东起俄罗斯维堡，经由波罗的海海底通往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。在俄乌冲突之前，该管道每年从俄罗斯向欧洲运输超过550亿立方米天然气，约占欧洲从俄进口天然气总量的1/3还多。在所有欧洲国家中，德国对俄天然气依赖程度最深。去年通过北溪1号输送的天然气占德国进口总量的55%。另外，德国也是北溪天然气管道的股东之一。德国经济研究所今年6月底发表一份报告指出，如果俄罗斯全方位掐断供气，德国将不得不从其他国家进口以及使用现已储存的天然气。没曾想到4周时间，供气脱节现象已出现。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报道，断气将重创工业界，尤其钢铁业、生铁冶炼、化工和玻璃业将首当其冲，其产量将猛降50%。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萎缩高达12.7%。德国当然就很麻烦了，因为现在是夏天，但冬天呢是冷了，冷了是没办法省的。假如明年2月以前，德国必须要把甚至整个欧洲都需要把这个天然气的这个供应呢削减30%，那么才能够渡过难关，否则的话，大概没有一个国家能考过。那么这个是欧洲最担心的事情了。那这个时候整个欧洲就必须要屈服了。观察指出，德国将在接下来的10多天北溪1号检修的时间里备受煎熬。实际上，德国的担心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。6月初，北溪1号一台涡轮机故障，俄方因此将北溪1号的输气能力削减60%。而夏季是德国为冬天储备天然气的传统季节，目前德国境内储气罐仅填满60%，远未达到应有的超过90%的水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台损坏的涡轮机被西门子送往加拿大的车间维修，不料加拿大政府以违反对俄制裁令为由，拒绝让修好的涡轮机出境。在德国政府长达数周的交涉后，加拿大政府最终决定对这台涡轮机发放临时出境许可。这台涡轮机可以在本次北溪1号年度检修期间被重新安装，但德国舆论担心，即使涡轮机修好了，俄方也未必会同意将供气量恢复至原有水平。德国副总理、经济部长哈贝克就批评称，断气是俄方的政治决定。德国总理舒尔茨感谢加拿大政府送还北溪1号的涡轮机，但却激怒了乌克兰。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极大失望，批评两国违反对俄制裁政策。乌外交部周一发布声明称，当天召见了加拿大驻乌克兰使馆临时代办，呼吁加方重审做出的决定。让乌方更为恼火的还包括美方的态度。美国国务院周一公开表态支持加方的决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另外一条已经建好的输欧天然气管道北溪2号，正是在美方极力阻挠与威胁下被迫弃用。在加拿大，有乌克兰民众聚集的社区发起抗议活动，批评特鲁多政府归还涡轮机的决定是自己打脸。We're very disappointed. It definitely feels like a slap in the face. 有分析指出，俄方在乌东地区取得一定的优势，目前正处于重新调整阶段。俄罗斯选择在此时部分对欧断气，除了向欧洲施压外，也间接地分化了乌克兰与欧洲的关系。就显示出这个乌克兰呢，现在是等于是跟很多国家的唱反调，因为为了他自身的国家利益呢，希望大家都制裁俄罗斯，
而且呢，已经这个带到加拿大修理的涡轮机也不要还给这个俄罗斯，所以俄罗斯呢，也对乌克兰也非常火大，也加紧对乌东的攻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上周二俄方宣布暂停里海石油管线运营30天。这条管线连接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。俄方在一份文件中表示，哈方提交的文件中存在不规范问题。但本周二，俄一家法院驳回了地区法院下令该管线停运30天的裁决，暂时缓解了俄哈之间的关系。事实上，今年以来，俄方已多次间歇性停运该管道。哈萨克是重要的产油国家，但其石油外贸高度依赖俄罗斯拥有的里海石油管线。哈萨克斯坦是内陆国家，通过这条管道，哈萨克斯坦石油可以借到俄罗斯抵达黑海的港口。这条输油管道被掐断，将严重影响哈萨克斯坦经济。今年1月，哈萨克斯坦国内爆发大规模骚乱，当时俄方鼎力帮助下，动员吉安组织武装入境协助哈萨克斯坦政府平息暴乱。但外界注意到，托卡耶夫其后大力推进国内政治制度改革，包含很多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时期亲俄的政策，去俄罗斯化倾向明显。在俄乌冲突发生后，哈萨克斯坦也表现出对俄方立场的反对，例如取消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。总统托卡耶夫在6月17号还当着普京的面拒绝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。第二天，俄方就宣布间歇性停运里海石油管线。哈萨克斯坦方面对此反应强烈，提出一项追随北约对俄方受美西方制裁的货物实施禁止过境的法案，但目前仍未进入正式立法程序。观察指出，俄乌冲突以来，油价居高不下，哈萨克斯坦作为重要的产油国之一，受到的地缘政治拉扯势必越发严重。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。吴先生您好。俄方周一以10天检修为名暂停对欧输气，那么您对于新一轮俄欧斗气怎么看？对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大战走向有何观察呢？按照欧盟的最新数据，欧盟进口天然气的41%是来自于俄罗斯，是第2大供应商，也就是挪威的2倍多。受俄乌冲突的影响，3月26号，美国承诺年内增加输欧天然气150亿立方，当然这都是船运液气，比俄罗斯的管道气要贵3倍。现在呢，俄乌斗气的情形有点像离婚前的互杀，本质还是地缘政治对能源合作的一种扭曲。过去10年，欧盟一方面承认稳定的俄气帮助了自己的经济，但另一面呢，欧盟的东部伙伴长期恐俄，加上现在乌克兰危机破局，使得欧盟把安全需求凌驾于经济之上，宁要贵的也不要对的。欧盟的能源委员塞夫科维奇就说过，俄乌冲突即便不爆发，10年内也要把俄气在欧盟能源版图上的占比降到25%以下的安全线，这恰恰符合15年颁布的所谓欧洲能源联盟战略的要求，也就是通过减少化石使用，增加进口多元以及内部互助，抵御所谓的断气危机。更重要的是，近年来欧盟积极地引进美国液化气，目前美气占欧盟液化气进口的总量已经超过30%。同时呢，欧盟又从中东扩大天然气进口，这都弱化了俄罗斯的能源武器威力。对俄罗斯而言，对欧断气以及要求用卢布交易，不能看作是战略抉择，更多是针对当下的策略措施。要知道，俄罗斯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，在国际市场上更多的是扮演初级能源原料供应者的角色，能买气的大客户实在是屈指可数。更重要的是，天然气交易严重依赖基础设施，比方说管道。换言之，它的销售市场远比石油还单一。所谓俄气向东看，寻求机遇，只是降低了俄罗斯对欧盟市场的依赖，而不是取代。我个人的看法，拿天然气武器化是一把双刃剑。由于它不是垄断商品，只要欧盟舍得经济利益去进行地缘斗争，那么断供的缺口总归是会补上的。而俄罗斯呢，也不希望彻底绝缘于欧洲市场。当双方拉锯到一定程度后，我相信双方是会选择妥协的。